欧盟对印度突如其来的一棒，恐怕要坏了美国的大事。比起印度倒卖俄油，它跳车才是最糟糕的。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声称，印度炼油商当前正在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石油，并且将其加工成精炼材料出售给欧洲的行为是对制裁的规避。对此，博雷利建议欧盟必须采取行动，打击并制止印度将俄罗斯石油转售给欧洲的这一做法。当然，除了对印度采取行动以外，欧盟还应该同时对买家采取行动啊，因为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呀。自俄乌冲突爆发呢，面对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印度方面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紧跟西方的角度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反而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尽管在职期间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多次警告和威胁，印度是故意跟美国这么干着吗？实际上相比英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忠实伙伴，印度是相对清醒的，没有一味的以美国的想法为先，而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之上，做对国家有利的事儿。比如购买俄油，前几天呢，印度相关银行就发布了一份进口俄罗斯石油收益的数据报告。报告中显示，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油价在今年年中波动很大，大概是每桶75到130美元之间。而印度购买俄罗斯这个石油，那是有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的，就是以最优惠的价格进口俄油。对印度而言呢，这显然是非常有利的。毕竟一直以来，印度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能源。既然便宜，那为什么不要呢？光是去年印度进口的俄油的总量就增长了10倍，节省了大概50亿美元。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升温，有传言说俄罗斯方面将会继续向印度这个亚洲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提供廉价石油，而基于此，欧盟的最后通牒怕是要失效了。当然，值得一提，博雷利于近日跟印度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一次会晤，期间呢，博雷利下了最后通牒声称呢，印度目前大部分石油都在以精炼燃料的形式回流到欧洲，这让欧洲非常不满。对此有必要提醒印度，如果想要用俄罗斯石油转卖给欧洲的话，那就是在规避制裁。尽管欧洲理解印度想要使用廉价石油的心理，但如果印度继续不停止，那么欧洲将会采取行动，避免俄罗斯最终获利。所以由此可见，欧洲对印度这突如其来的一棒说的好听点，那就是对制裁的规避；说的难听点，就是欧盟在找借口，避免俄罗斯获利的同时，防止他们的生意被印度抢光。据悉，除了准备对印度采取措施，欧盟还打算寻求到底是谁在购买这些来自印度的廉价石油，准备对内部发起彻查。只是他们没想到印度会这么强势，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一棒，印度方面不甘示弱。印度外长苏杰生正面回应，声称建议博雷利去翻一翻欧盟理事会的法规。俄罗斯原油在经过第三国的高度加工后，将不再视为来自俄罗斯。论嘴仗，印度不输任何人。欧盟被抢生意后恼羞成怒了，直说大可不必弯弯绕绕来这么一出，印度人根本不买账。更何况欧盟这么做，某种程度上还会坏了美国的大事儿要是因此逼得印度跳车靠近俄罗斯或者靠近中国，这美国在反华反俄战略政策上无异于是失去了一名大将。你这么比起来，印度倒卖俄罗斯石油都不如该国跳车来得糟糕。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